1554年，人类惊喜地发现，宇宙中有一颗叫潘多拉的星球，上面有繁茂的植被和多样的动物，还栖息着一群神奇的原住民，蓝皮肤、长耳朵，拥有高智商。而同一时期的地球，科技看似发展到了顶点，可由于人类过度开发母星，导致地表植被被破坏的千疮百孔，污染四处蔓延，能源濒临枯竭，整个生态系统走向崩溃。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人类意外发现潘多拉上存在一种超导矿石，可以代替人类所需的一切能源。于是由一群科学家和大兵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驻扎在了这颗星球上，并开始了对原住民的驱逐计划。杰克原本只是个因残疾退役的士兵，每个月领着可怜兮兮的救助金，混迹在鱼龙混杂的酒吧里。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坚守正义。这天，他看到酒吧妹子被壮汉欺负，杰克果断上前，一把抽翻了壮汉的椅子，紧接着一个鹞子翻身，压倒，猛烈出拳，妹子当场就不干了，上去被拉偏架。杰克无奈，一个锁喉，用尽最后力气挥出一拳。然而他坚持正义的结果是被酒保连人带轮椅扔了出去。他在阴冷潮湿的水沟里，杰克觉得这操蛋的世界简直糟糕透了。突然，2名特工走了过来，原来杰克的同胞兄弟也参加了潘多拉的科研工作，但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科学家，却被小混混捅死。由于杰克与哥哥基因相同，经有关部门研究，杰克将接手哥哥的合同，前往神秘而又美丽的潘多拉星球。经过5年的航行，他终于到达目的地。长官提醒这些大兵，由于潘多拉上空气质量的差异性，人类必须戴上面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否则就会在4分钟内死亡。不久后，飞机经过矿山缓缓降落。刚一落地，杰克发现这里的运输车体积远超地球上的大小，并且那些轮胎上还插满了细长的箭矢。看来这里的原住民相当凶悍。这个想法也在军事负责人迈尔斯上校那里得到了验证。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被称为纳威人，体型高大，擅长使用弓箭，但杰克显然没有作战的机会。哥哥的同事诺曼告诉他，他们的任务是操控阿凡达，伺机接近原住民。眼前泡在罐子里的巨大生物体是科学家们根据原住民基因培育出来的，只要通过链接式将意识转移到阿凡达身上，就能获得新生。不久后，植物学家格雷斯从舱内走出，他是阿凡达计划负责人，喜爱植物胜过一切。诺曼向他介绍了杰克，格雷斯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需要的是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而不是一无所知的小白。纳威人极其排外，想要融入他们，必须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显然，杰克并不符合这个要求。他找到上级投诉，可由于这几年他们和纳威人关系越来越僵，上级不再信任他，只想尽最大努力开采超导矿石。如有必要，军队会随时开火踏平整颗星球。所以格雷斯最好能在这之前找到和平交流的办法。无奈他只有冒险让杰克进入链接室。新的身体赋予了杰克不一样的感知系统，他能感受到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不断蔓延至全身，尤其是那双健硕的双腿。时隔多年，再次体验到双脚踏上地面，杰克的神经变得兴奋起来，开始不受控制，跌跌撞撞想要走出去，却被周围的人阻拦。杰克不肯停下脚步，一路冲出去。打开门的瞬间，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奔跑在土地上。随着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后面的人渐渐追不上他。宽厚的脚掌在松软的地上留下痕迹，一个紧急刹车，杰克停了下来，猛吸一大口气，刚要感叹世界的美好时，格雷斯突然走了过来，递给他一颗果子，松软多汁。杰克满意的不得了。时间一晃到了晚上，阿凡达闭眼的那刻，杰克的意识回到本体，看着自己萎缩的双腿，叹了口气，努力把自己搬回轮椅上。不久后，迈尔斯上校找到了他。身为职业军人，他一向看不惯搞文职的科学家，对他来说，征服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武力去征服。显然，现在人类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只差对敌情的刺探。迈尔斯希望杰克能打入纳威人内部，找到他们的弱点。Take care of my own. You get me what I need, I'll see to it you get your legs back when you rotate home. 杰克答应了这笔交易，成了迈尔斯的线人。很快，他们搭乘飞机进入森林内部。格雷斯来这里的目的是寻找纳威人的踪迹以及探索其他未知植物。杰克却显得有些紧张，这里的一切都和地球不同。格雷斯却很熟悉这里的一切，他曾经在这里开办过学校，但后来那些军人开了第一枪，导致双方关系恶化，他也被驱逐了出去。在他和诺曼忙着探索时，杰克不知不觉离开了队伍，踏上新的道路。玩心大起的杰克不小心和锤头雷兽撞了个正着。这种生物脾气暴躁易怒，尤其在发情期时，最恨其他生物闯入他的地盘。格雷斯听到动静赶来，让杰克不许开枪。这种生物有些坚硬的皮肤保护层，普通子弹根本穿不透。现在只要保持静止就可以。突然，锤头雷兽冲了过来，杰克咬紧牙关上前，大喊一声喝退对方。
殊不知此刻他身后出现了一只蝰蛇狼。杰克回头，对方张开血盆大口，一个猛扑过去，警告锤头雷兽，然后回头看向杰克。格雷斯让他不要犹豫，赶快跑。杰克转身从2棵树中间穿了过去，蝰蛇狼在身后紧追不舍。千钧一发之际，他敏锐地躲进了树根下。蝰蛇狼不想放弃即将到手的猎物，持续不断发动攻击，尖利的爪子和牙齿一起配合，很快就把树根咬出一个大洞。为了活命，杰克果断举起枪一顿输出。蝰蛇狼也不畏惧，闪身躲避第一波子弹，紧接着张开大嘴叼走了机关枪，再次朝杰克扑了过去。杰克连滚带爬想要逃走，身后背包却成了累赘，被蝰蛇狼一口咬住。杰克在半空不受控制的摆动，幸好及时脱下背包，找准时机回到地面，起身继续逃亡。纵身一跃，落入了水中。留下蝰蛇狼在悬崖边发出不甘心的怒吼。这场追逐战耗尽了他全部体力，好不容易抓着树根爬上岸，却和队友失去了联系。杰克临时制作了一根矛，小心翼翼在森林中穿行。此刻树上的原住民发现了他，奈迪利看到杰克身上的人类服装，毫不犹豫举起了手中弓箭，挺腰直背，瞄准了自己的猎物。